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。为了给自己的青春画上句号，便花光积蓄盘下这艘废弃帆船。在他超能力的加持下，外观不仅焕然一新，堪比顶级游轮，还能跟着好兄弟追逐诗与远方。今天是杰瑞改造船帆的第2个年头，起初他以为是花小钱办大事，却不料这艘船的实际情况比他预想的要差许多。而午夜偏逢连夜雨，一早醒来的杰瑞发现顶棚上破了个大洞，看来是这些天暴雨太过给力的缘故。由于这顶棚拆卸起来不仅费时还费力，所以杰瑞动用一点点超能力，请来发小帮忙。首先要将这些木板以及帐篷上的螺丝拆卸下来，拆卸完以后再来个大力出奇迹，就能将篷布顺利的拖拽下来。当然，对于新帐篷的材料，他早就准备好了。待完成帐篷的搭建后，杰瑞却意外发现先前定制的船板或多或少都有点质量不过关，如果长期使用就会损坏到船体。而对于完美主义者的杰瑞来说，这种不确定因素必须抹除。于是他再次来到木材厂，准备重新定制一些上等原木。而工厂老板每次见到杰瑞都会笑脸相迎，毕竟这小家伙一出手就是上百万订单。由于杰瑞付的是全款，所以仅过了2天半的时间，定制木板就到货了。这雷厉风行的速度让杰瑞不禁感叹道：“有钱真好。”而后杰瑞请人将这些原木按照图纸上进行打磨。为了加快搭建进度，杰瑞甚至给了工人双倍工资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搭建速度只能用飞起来形容。转眼的功夫，船尾所需的组件就造好了，接下来就能开始安装工作。考虑到组件的重量不轻，光靠这几位小伙伴远远不够，于是杰瑞花重金请来一位眼镜男。别看这小子文质彬彬的样子，实际上他就是文质彬彬，不过他干起活来十分有的劲。为提高船帆的牢固性，杰瑞还会在龙骨上进行开孔工作。别看这玩意操作起来十分轻松，实际上不仅需要体力，还需要很好的耐心。就这样，杰瑞忙到腰都酸了，才勉强完成1/10的工作量。无奈他只能动用超能力，请小伙伴来搭把手。不得不说，年轻就是有优势。杰瑞需要1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，小伙只要半小时足矣。不过杰瑞也没闲着，带上斧头就开始打螺丝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总算完成船体的固定工作。隔天，杰瑞听闻最近不远处来了个造船大师，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，杰瑞连忙乘坐私人飞机来到大师的府邸内。可还没开始请教，就被大师拖去做免费的劳动力，接连画了2个半小时的设计图纸。杰瑞原以为自己被坑了，但仔细一想，却发现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设计图纸。想到这，他连忙回到家内，指挥众人在船舱内部钉上几根方木，这样就能将帆船上最后一块腐木拆除。待完成清除工作后，杰瑞将先前定制的千年红木全部开孔挖槽，打算利用榫卯结构重新制作一根船体中间的龙骨。可当他们开始安装时，却发现尺寸有些不对劲，看来是设计上出了点问题。好在杰瑞这小子心态足够良好，面对失败他从没露出过任何负面情绪。修缮完龙骨，就再次尝试搭建。这次的尺寸就十分完美，每一块缝隙处都被填得满满当当。虽然离起航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但杰瑞坚信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实现这个梦想。